如果你明知道开车不能闯红灯，却想只是今天赶时间啦，应该没事吧，然后一张罚单寄到家里，还被监视器录得一清二楚。我们都以为小小的违规没什么，但在法律与爱中间，神提醒我们，不是每一次都还有机会重来。今天这段经文就是那么震撼，有人在安息日捡柴火，结果被石头打死，这么严重？但这背后其实是一段关于纪律与提醒的爱。民数记15章32到41节包含2个部分。有一个人在安息日违命去捡柴火，被抓到后，摩西求问神，神的回应非常严厉，要将那人治死。这不是神残忍，而是为了立下界限，让百姓知道不能轻忽神的命令。紧接着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在衣服边缝上蓝色穗子，每当他们看见，就记得神的诫命，不偏行己意，不随心所欲，因为他们是神分别为圣的百姓。神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只是下命令的神，我要你们记得，我的诫命是为你们好，我也希望你们主动记得我。高中2年级的玉山一直是老师眼中的乖宝宝，成绩好，讲话有礼貌，从不违规。但谁能逃过青春期的好奇心试炼呢？那天中午，玉山看到班导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他突然想到前几天老师说，别偷看别人的东西，那是对他人的尊重。但老师手机里真的会有那份学生成绩预估表吗？他有些想看，只是看一下，不动什么资料，又不会被发现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他记得老师的手机解锁密码是某次课堂上无意说过的1024，他真的尝试了，滴，解锁成功。玉山心跳加快，快速滑了几下，果然找到那份预估名单，看到自己排在第2，心情又惊又喜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台手机有安装监控程式，任何非本人解锁都会自动拍照。当晚老师私讯他，你今天中午看的手机内容是吗？他愣住，满脸通红，吞吞吐吐，我只是看一下，不是有意的，也没删资料。老师没有骂他，只说了一句，明天带家长来。他整晚辗转难眠，隔天在家长面前，他红着眼睛道歉。老师平静地说，你不是坏学生，但如果这次我让你没事，就等于告诉全班偷偷拉一下也没关系。结果反省报告一篇，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惩罚本身，而是老师在他报告上写的一句话，你的选择会成为别人的参考，所以我选择让你记得，原则是爱的护栏，不是限制你的自由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在书包上绑了一条蓝色发带，别人问他为什么，
他只笑笑说，提醒自己选择比成绩重要。为什么那个捡柴火的人要被处死呢？因为他不是不小心，而是公开挑战神的命令，在安息日当中故意违规，带头示范。若不制止，整个民族都可能失去敬畏神的心。所以神说，我要你们在衣服边系上蓝色穗子，好让你们一看见就想起我是你们的神。神的命令不是冷冰冰的规条，而是对我们行走人生路上的提醒与保护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记性来守诫命，而是靠一个个生活中的蓝神，一个提醒，一个记号，一句话，甚至一段失败的经验。神不喜欢惩罚，但他愿意我们记得，他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属他的。神的诫命不是冷冰冰的限制，而是爱的提醒。他知道我们会忘记，会软弱，他不是要抓住我们的错，而是希望我们常常记得，我们是属他的子民。不如今天就找个方式，在生活中放上一个蓝神，提醒自己，我的选择不只是行为，也是对神的一份回应。